从2022年最低价每盎司不足1630美元，到2025年4月突破3100美元，3年多的时间里，金价一路高歌，几乎实现翻倍。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突破历史新高以后，主流金融机构的看涨情绪仍在持续发酵。比如高盛就预计年底金价可能触及3300美元，美国银行亦喊出了3350美元的长期目标。那么黄金为何发疯？黄金热的背后都隐藏了全球怎样的趋势和变革？众所周知，黄金因其稀缺性与不可替代性，自古以来就有着跨文明、跨历史的价值共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始终都是信任的终极锚点。尽管在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金本位时代宣告终结，人类进入了依赖信用货币的金融时代。但黄金的金融地位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在动荡周期中，以避险资产的身份频频回归金融核心的位置。既然在信用货币时代，黄金的避险属性被放大了，那么当下的黄金热就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一场集体性的避险行为正在全球资本焦虑与悲观情绪下上演。对未来的不确定，促使他们纷纷逃离高风险市场，涌入这片古老却始终可靠的避风港。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尽管全球黄金供应与需求未发生显著波动，但各国央行的购金势头却异常强劲。近3年来，全球央行年净购金量持续超过1000吨，远超2010年至2021年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如今全球每年不到5000吨的黄金供应量中，有超过1/4直接被各国央行收入囊中，亦带动了金价的水涨船高，是这波黄金热的直接推手。如果再深挖近3年来各国央行的购金数据，你还会发现一个更加值得玩味的信息，那就是近3年来净购金量前6，也就是净购金总量占到了全球央行购买量的20%以上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波兰、土耳其、印度、新加坡和俄罗斯。而除了新加坡外，其余国家均为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兴经济体。这一趋势表明，在当前全球形势下，正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悲观与焦虑情绪，直接推动了全球金价的上涨。而如果将这些信息与当今全球金融秩序以及近年来的一系列国际大事相结合时，开头那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也就变得清晰了。没错，一场以黄金为锚、美元为靶的货币战争，如今正在悄然上演。作为当下全球金融体系的绝对核心，美元虽然在1971年与黄金的脱钩一度有过信任危机，但美国依仗强大的综合国家实力，加上在此后几年里的精心布局，通过重构美元锚点，包括建立起美元石油体系、深度主导全球跨境支付系统 SWIFT 等举措以后，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实现了迅速回归，并且还以全球交易货币、全球储备货币和全球金融秩序的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构建了一个全球金融资本流动的闭环系统。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元确实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推动了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性不确定事件频发，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美元为我所用，将其从相对中立的国际公共货币，逐步转化为服务本国利益的政策工具。无论是其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频频将通胀压力向全球转嫁，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元的武器化引发全球寒蝉效应，无疑都加剧了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危机，亦暴露了在美元主导下全球金融架构的深层缺陷和人们对去美元化的战略思考。虽然自信用货币时代开启以来，在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货币理论等主流经济理论普遍强调通过扩大货币供应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指导下，各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早已非常普遍。但近几年这一趋势却明显提速了，尤其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为应对经济停摆与系统性风险，全球主要经济体更普遍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政策，广义货币供应量普遍达到15%到40%，历史罕见。而这其中，以美国的货币扩张力度最为激进，其外溢效应亦对全球通胀、资产价格和货币体系稳定构成了广泛影响。在新冠疫情最为凶猛的2020年至2021年间，为应对疫情期间的经济停摆、稳定社会局面，美国通过无限量化宽松、紧急贷款机制、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超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在2年间释放了堪称天量的美元。2年平均17.6%的 M2 增长率，不仅比二战时期的数据还要高，更创下了美国历史之最。
而如此规模的超发，虽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美国经济，但代价却是此后几年里，既有通胀传导，全球都出现了输入性通胀，为美元的超发买单。比如本身经济就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土耳其，就在2022年发生了通胀失控，通胀率超过了70%，创下了该国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高。而在美国启动暴力加息以后，土耳其更是陷入了滞胀风险。由于美元大幅升值，加上本国货币政策失误的双重影响，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从2021年开始一路狂跌，贬值幅度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土耳其还出现了资本大幅流出、美元外债成本增加等的连锁反应。也正是基于这一系列负面影响，为平衡国内需求与外汇储备，对冲美元波动，土耳其央行以148吨的黄金进入量，成为了当年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当然了，那段时期与土耳其情况类似的国家还有很多，包括多年来本就受通胀之苦的阿根廷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有过多次将美元武器化的实力，这包括为迫使委内瑞拉独裁政府下台，限制委内瑞拉的美元交易，为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切断其访问 SWIFT 的权限，为了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与核计划和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切断伊朗银行与 SWIFT 的联系，以及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升级以后，为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迫使其停止侵略行为，在当年切断了多家俄罗斯银行访问 SWIFT 的权限，限制了俄罗斯的美元交易能力等等。而也正是基于上述等的原因，并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各国央行要纷纷大量购入黄金，其本质上就是为了对冲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增强本币的国际信用和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尤其是像开头提到的，其本身对食品和能源的消费都在攀升阶段，且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占比又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加上自身经济结构、金融体系本就相比发达国家要脆弱，货币国际化程度也不高，在历年美元波动中首当其冲的他们，更是愈发迫切地想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事实上，今天这场黄金热潮并不是新兴经济体首次以买黄金的方式来对冲美元风险。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开启的疯狂放水模式就已引发全球警觉。从那一年开始，全球央行就出现了重要的转向性动作，由净卖出黄金转为净买入黄金。而最为典型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不仅加速抛售美债，还持续增持黄金。这一趋势在当年直接引发了金价的第一轮飙升潮。与此同时，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占比也从那时起逐渐出现下滑。而作为当前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的龙头，中国在近年来国际格局深度变化的背景下，其去美元化的进程更是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就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去看，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美国间的竞争虽非注定，但很难避免。事实上，就过去500多年的历史，大国之间权力交接的形式也确实是战争多于和平。而当下中美之间的博弈，双方无论是基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冲突，还是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等，似乎都在诉说着这个世界正在导向一个糟糕方向。至少就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来说，如今双方的对抗已经高于合作。也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加上在美元霸权下的被动，中国出于国家安全与金融自主性的战略考量，谋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就成为了一种必要而现实的选择。而通过加大增持黄金，无疑是打造人民币信用底座的一个重要形式。除此之外，在国际贸易中用本币结算、建设替代 SWIFT 的跨境支付系统 CIPS、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持有等措施，也都是中国为去美元化而做的努力。但是，碍于美元体系的根深蒂固，现如今人民币的影响力尽管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在2024年，人民币作为全球外汇储备货币的占比已经超过了2%，但相比美元甚至是欧元，依旧有着非常大的差距。这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惯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广泛国际化，仍需时日。但即便如此，全球对美元体系安全性的重新评估已经开始，各国纷纷在探索去美元化，推进多元货币框架。越来越多国家在建立去美元生态系统，甚至连一些发达国家，诸如日本、比利时等传统美债大买家，近年来也出现减持趋势，亦证明了这场去美元化的货币战争早就不是局部抗衡了，而是大势所趋。或许我们所有人都在见证全球货币格局演化的拐点，而若未来的世界真的不再围绕某一单一货币运行，实现了多元货币格局和全球资产的重新定价，
那么当下的黄金热或许就是通往新秩序的第一站。